盒子之外，跳出盒子看世界。今天我们来聊聊 MBTI 人格理论。MBTI 的全称是 Myers-Briggs Type Indicator， 是基于著名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先生关于心理类型的理论，后由美国的心理学家 Catherine Cook Briggs 与 Isabel Briggs Myers 研究并加以发展的。人的性格倾向就像分别使用自己的两只手写字一样，都可以写出来，但惯用的那只写出的会比另一只更好。每个人都会沿着自己所属的类型发展出行为、技巧和态度，而每一种也都存在着自己的潜能和潜在的盲点。很多人都曾经努力成为自己心中的某个人，却总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回，也许就是因为他们在用自己的非惯用手写字，最终不得不放弃。MBTI 倾向从4个维度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。第一个维度，精力支配，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何处，从哪里获得动力。这个维度把人分为2种类型，外向型 extroversion 也就是 E 型，和内向型 introversion 也就是 I 型。外向型会偏向从外部事物的交流中促进心灵能量的流动，而内向型会偏向从自身思索内省的过程促进心灵能量的流动。当然，每个人都不是绝对的内向或者绝对的外向，都处在内向到外向这一光谱中的某个位置，内向或者外向的程度有所不同。接下来介绍的几种维度也都是如此。这里需要澄清的是，一个人是否沉默寡言，并不能成为判断内向与外向的标准。有相当一部分内向的人会表现得很健谈，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第3个维度更偏向情感维度，照顾他人情感成为了他们健谈的出发点。另外， MBTI 给出的判断依据是心灵能量的流动，这里很明显看到荣格理论中弗洛伊德的影子。这里的心灵能量与弗洛伊德的利比多一脉相承，而这种心灵能量的流动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，如果有机会可以做一期节目深入探讨一下。从表象来看，典型的外向型人格会这样描述自己：我是友善、喜欢亲近的人，我喜欢交朋友，四海之内皆兄弟。外向型人格在思索之前一般由于惯性已经有所行动，而典型的内向型人格会这样描述自己：我深思熟虑，但是有所保留，我喜欢独处，我朋友不多等等。第2个维度，认知世界，这个维度的主要根据是人们是如何获取信息的，或者说人们自然留意的信息类型是什么。这个维度把人分为2种类型，实感型 sensing 也就是 S 型，直觉型 intuition 也就是 N 型。实感型喜欢着眼于当前事物，惯于先使用五官来感受世界，倾向于接受能够衡量或有证据的事物，关注真实而有形的事件。他们相信感官能告诉他们关于外界的准确信息，也相信自己的经验。而直觉型则着眼未来，着重可能性及预感，从潜意识及事物间的关联来理解世界。直觉型往往会因为感官的暂时性而忽视它的作用，更多的去寻找事物的抽象含义。从表现上来看，典型的实感型重视真实的存在与实际，喜欢具体明确的信息，重视细节，脚踏实地，做事耐心，对重复工作不抵触，喜欢用已有的技能解决问题。而典型的直觉型注重事情应该是什么样，而不是现在是什么样，不重视准确，喜欢抽象和理论，表达也比较笼统，重视可能性，讨厌细节。直觉型人喜欢新问题，往往对重复性工作容易厌倦，对事情的态度也容易转变。第3个维度，判断事物，这个维度主要考察人们做决定的方法，是客观的逻辑推理，还是主观的情感价值。这个维度把人分为2种类型，情感型 feeling 也就是 F 型，和思考型 thinking 也就是 T 型。情感型的个体期望自己的情感与他人保持一致，他们做决定的基石是什么对他们自己和他人都是重要的。而思考型的个体通过对情境做客观的非个人化的逻辑分析来做决定，他们重视因果关系并寻求事物的客观尺度，因此较少受个人感情的影响。从表现上来看，情感型会用个人化的价值导向的方式决策，考虑决策对他人的影响，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，对他人宽容，喜欢调解，会根据环境调整自己的决定。情感型的个体通常不吝惜对他人的赞美，同样也希望能够获得他人的赞美。思考型的个体会用逻辑来决定，坚信自己的观点正确，
不考虑他人的意见，不喜欢调和主义，具有清晰的正义观和批判精神。在工作中，思考型人格较少地表现出情感，也不喜欢他人感情用事。第4个维度，生活态度。这个维度是比较难理解的一个维度。这个维度描述个体对生活的控制力度以及对于无序的容忍程度。这个维度把人分为2种类型：判断型 judging， 也就是 J 型，和感知型 perceiving， 也就是 P 型。判断型倾向于以结构化的方式认知世界，井然有序地组织生活，而且喜欢安顿一切事物。感知型倾向于以非结构化的方式认知世界，始终开放选择机会，自然发生及弹性地生活着。从表现来看，判断型个体他们期望看到问题被解决，习惯于并喜欢做决定，反应迅速，喜欢完成任务；而知觉型喜欢收集信息而不是做结论，喜欢开始很多新的项目，但比较少完成。知觉型个体更倾向弹性和自发的生活，不喜欢命令和控制，对于时间的把握能力相对较差。比起判断型个体，知觉型个体更多出现迟到或者延误工作的情况。好了，介绍完了这4种维度。这4个维度两两组合，共有16种类型。INTG、INTP、ENTG、ENTP、INFG、INFP、ENFG、ENFP、ISTG、ISFG、ESTG、ESFG、ISTP、ISFP、ESTP、ESFP。4个维度在每个人身上会有不同的比重，不同的比重会导致不同的表现，关键在于各个维度上的人均指数和相对指数的大小。关于 MBTI， 也有批评说这是一种人们自我强化的巴纳姆效应，并且会影响受测者对自己的预期。但是不得不承认，性格倾向就像人的惯用手，这种分化和区别确实存在，并且影响到了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自 MBTI 问世以来，每年有超过200万人接受测试，人们因为使用它而在生活、工作、管理等方面而受益。MBTI 应用到领导行为和组织管理上也呈现快速增长之势。比如，华东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曾经研究过中国745位机关行政干部，得出一份统计数据，结论是 SJ 型人格是行政机关干部的支柱，其中 ESFJ 与 ESTJ 类型最多，占到总样本的 40.5%。ISTP、ENTP、INTP 类型最少，只占总样本的 2.95%。关于 MBTI， 我发现的最好的测试网站是 16personality.com， 测试需要不被打扰的12分钟，我把链接也放在节目下方的描述下面了。今后盒子之外也尽量为每个性格类型做一期专题节目。好了，如果喜欢这期节目，请订阅盒子之外，这样就不会错过节目更新了。